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走路聊天影片。那今天很特別哦，因為今天是猶太人的普爾節，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城市呢，今天是普爾節。那耶路撒冷的普爾節是明天過，是第二天。但總而言之，今天是猶太人的普爾節，以及今天呢是基督徒的棕櫚樹枝主日，然後今天也是穆斯林的齋戒月。那耶路撒冷呢，這三個族群基本上就是活在平行世界裡面，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當平行世界的穿越者，帶大家看看這些人在今天都做些什麼樣的事情。那我現在身後的呢就是大衛塔，這是雅法門和大衛塔。那我們現在就先吃個午餐。這個門呢就是雅法門，然後這是大衛塔。下面的呢就是所謂的錫安山，但是真正錫安山是聖殿山。然後這裡是耶路撒冷新城的部分。那新城區的話，就是比較多猶太人居住；舊城的話就比較複雜，就是有基督徒、有阿拉伯人，也有猶太人這樣。好酷哦！好了，那在我身後的這個地方呢，叫做錫安廣場。這個地方呢是耶路撒冷新城區的一個中心地點。這條街呢叫做雅法路。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一個有趣的東西？就是在那個地方，建築物的上面呢有一個普爾節的裝飾。那你們現在看到這些柵欄呢，也是為了明天的普爾節遊行做的預備。雖然說普爾節是明天，但因為普爾節是放假2天，所以在今天也會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看到做普爾節裝扮的以色列人。現在的時間呢是下午2點半左右，路上是看不太到做裝扮的人啦，比我想象中的少很多。那因為現在是2點半左右，所以我們要去舊城看棕櫚樹枝主日那些基督徒在獅門進城的樣子，所以就是有一點動作要快一點。從這裡走到獅門可能還要半個小時的時間。那我現在呢是往東邊的方向行進，耶路撒冷新城呢是在耶路撒冷舊城的西邊，所以我往舊城去就是往東邊走。那拿棕櫚樹枝的人，他們會是從橄欖山，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舊城的東邊的位置，然後這樣子下山，然後走進獅門，然後到聚會的地方，應該是聖安娜教堂，也是畢士大池的那個位置。我不知道今年會不會因為打仗的關係，然後沒有什麼人，然後很快活動就好像要結束的那樣。我希望是不會啦。那在我左手這邊呢，是耶路撒冷的市政府，也是沒有什麼人。那在市政府前面呢，有一些廣告，那些廣告呢是關於呼籲人質被釋放可以回歸的一些宣傳。然後市政府前面呢也有一架鋼琴，之前我跟 Melody 有在這邊彈鋼琴。那我看起來啦，就是這是一群在敬拜讚美的基督徒。他們在唱《我神真偉大》。那前面這一站輕軌站叫做市政府站，從這裡就是最靠近耶路撒冷舊城的輕軌站。那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在我前面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呢？答案是因為普爾節的關係，所以在市政府的頂樓就放了一些可愛的裝飾，就跟剛才一樣。那這一隻小雞每一年幾乎都是可以得到這個顯眼的位置。哎，沒有看到，在這裡。
就是它這一隻小雞。小雞其實有同伴，是2隻小雞。然後其實另一個建築物上面也是有一個可愛的裝飾，是一隻鳥。結果呢是3隻小雞啦，講錯了。哦，所以它是雞媽媽吧？應該是這樣。那我現在要進到舊城，有2個選擇，一個是我走平常會走的雅法門，就是從這裡直走。那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I love Jerusalem 的這個標誌，後面的就是所謂的錫安山，剛才有說過。可是如果我不走這裡的話，我有另一個選擇，就是從這裡走新門，那我就會直接到基督徒區，然後從那邊我會到穆斯林區。苦路的前面1到4站都是在穆斯林區，然後畢士大池就是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也是在穆斯林區。所以我現在呢，就是穿過基督徒區，然後到穆斯林區那邊去過基督徒的棕櫚樹枝主日。那也許我們在經過穆斯林區的時候，可以感受到他們過齋戒月的一個氣氛吧。那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切割。剛剛我們看的呢，都是屬於新城區，屬於猶太人在過普爾節的一個感受。現在呢，我們要進入的就是基督徒區，還有穆斯林區嘍。剛好有一輛車在這邊放一些柵欄的東西，因為復活節的時候會很忙碌，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做跟復活節相關的一些準備吧。那我們現在呢，就從新門這裡進來了，在這邊有一個復活節的一個裝飾，跟剛才就差很多。復活節的蛋。那我聽到的語言呢，就從剛剛的希伯來文變成了阿拉伯文，很有趣，很有趣。那這3個平行世界呢，就我說基督徒、穆斯林還有猶太人，他們之間其實並沒有說一個城牆，然後把3個不同族群的人隔開來，並不是這樣的。其實，剛剛在新城區那邊，如果你們仔細看的話，也有看到包頭巾的穆斯林婦女，她們也同樣很自在的走在街上。那這就是耶路撒冷的樣子，是比較少你會在媒體上看到的。那我們現在呢，就是要慢慢的移動到穆斯林區。這個街其實都有開始做無障礙的一些設置，所以是可以推得到。大概是這樣。在我前面的這一家呢，是一個天主教的朝聖者旅館，還有它的咖啡店。那今天就是關門。建議大家，如果是推娃娃車的話，不要選新門的選項，還是要走雅法門，然後走我之前已經路過的無障礙的那條路。因為剛才不是拍了那個朝聖者的旅館嗎？然後接下來就是一系列的下坡，然後是有階梯的，所以就剛好有個路人來救我。不然我也不知道，慢慢扛應該會扛得蠻辛苦的。那希望接下來就沒有其他的階梯了。那這裡很漂亮，對不對？這裡的東正教呢，是屬於耶路撒冷的希臘東正教。那今天也是空空的，沒有人。去年的逾越節剛好是碰到基督教的復活節，所以就非常的熱鬧，就是也是一個平行世界，然後到處都是人。那今年呢，反而是棕櫚樹枝主日碰到了普爾節。那這就是基督徒區的樣子，這是一個新開的診所。通常你是用希伯來文看到它寫 Clalit， 那這裡呢是用阿拉伯文寫的。在以色列呢，有2個主要的保險，一個就是 Clalit， 然後另外一個呢是馬卡比。那我也不知道哪家比較好啦，反正就是國家的保險。然後這裡有一輛車擋到我的路了。那今年在路上走路的人比較少，所以就比較沒有那個氣氛的感覺。但是也許等到我們到了就是教會那邊，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慶祝棕櫚樹枝主日的人了，那樣應該就會蠻好玩的。只是先預告一下啦，就是如果對就是這條路有興趣的話，可以看去年逾越節，然後
復活節的時候，也是同樣走這條路的時候，拍給大家看的走路聊天影片。那個時候這條路就很熱鬧，很好玩，所以可以就是點一下那個影片的連結哦。那這條路看起來很平凡，但事實上它卻是苦路的一部分。在我右手邊，有一個小小的牌子，它用紅色的字寫苦路，然後寫了第8站。就在這裡，有沒有看到地上有一個半圓形的一個東西？那基督徒呢，就是在這裡紀念耶穌他在背十字架的時候，轉身過來向耶路撒冷的婦女說話。那如果你們對就是來以色列旅遊有一份向往的話，推薦大家買這本我寫的以色列工具書，它的書名就叫做《以色列耶路撒冷死海拿撒勒加利利》。那這本書呢，含金量非常的高，因為我寫的非常的詳細，把第一次來到耶路撒冷的人會有的期待、會有的疑惑、會有就是有的任何的一切的需要，我都已经想過了。這真的是特別用心為大家準備的一個很好的旅行工具書。那我在這裡做2個特色的介紹。第一個呢，是我的耶路撒冷的地圖呢，是除了现代的地圖以外，我還把耶穌時期城牆的範圍畫出來。這是你在任何的旅遊工具書上找不到的。但是我知道這對大家來講很重要，我們就是想要知道耶穌時期的耶路撒冷長什麼樣子，對不對？所以這本書有那樣子的資訊。那這本書的特色很多，但是第2個特色呢是，它有關於以色列各個節日的介紹。那像現在我們就是在過普珥節以及復活節前面的棕櫚樹枝主日嘛，所以也有這方面的介紹，還有其他關於以色列節日的介紹。所以不要錯過這本書精彩的介紹。當然還有其他的介紹，像是哪裡好吃啊，怎麼省錢啊，那些的話就是可以買書來看哦。那希望大家在看這本書的時候，可以感受得到神在對你們說話，也可以感受得到，從神而來我對這個城市、對這個國家、對這裡的人的愛。那我現在站的這個地點很有意思哦，因為從這裡開始呢，我們就結束了基督徒區，然後就要進入到穆斯林區了。在我身後呢，就是苦路的第7站，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基督教的一個重要的景點。這條街呢，就是它的分界線左邊這裡就是基督徒區，可是你看這是齋戒月的甜點。那從這裡的右邊看過去呢，就都是穆斯林區了。那這裡你可以看到是阿拉伯文嘛。那再看一眼就是這條分界線，你可以看到這裡走路經過的人的裝扮基本上都是穆斯林的樣子。好啦，那我們就往下去咯。其實從剛剛到現在空氣都沒有什麼味道，一直到現在我才聞到那個咖啡豆的味道。因為剛剛旁邊其實有一家就是生意很好的咖啡豆的研磨店，然後每一次經過都會覺得哇，好香哦。那我們剛才經過了苦路的第8站、第7站，你們會不會覺得說，所以下一站就會是第6站呢？答案就是沒有錯，就在前面，就是在這邊。所以苦路第1站到第6站其實都是在穆斯林區哦。剛剛我後面又經過了一批警察。這條街的街名呢，就叫做苦路 Via Dolorosa。然後呢，轉角處這裡呢，就是苦路的第5站。轉過來這邊呢，會是苦路的第3站跟第4站。我感覺可以看到更多的警察。那這一區，不管是在人的裝扮，或者是文字，或者是你看到的這些衣服的這些圖騰，其實就是跟耶路撒冷新城區那邊的氣氛完全的不一樣。當然，這個猶太人他只是經過，他可能是去大馬士革門，因為從這裡往前，就是往北的方向就是大馬士革門。但這一區它基本上是比較少會有猶太人出現的，主要的會走在路上的人就是當地的阿拉伯穆斯林，或者是
遊客或者是警察。那因為就是剛好這個轉角常常也沒有常常啦，但是就是去年也有一起就是刺殺事件，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地方就有很多的警察。那他乾脆就是把這裡就是隔起來了，可能是因為是一種死角吧。那我之前會蠻喜歡去就是這一家基督徒的咖啡店，可是呢，因為現在帶嬰兒車要走太多階梯，我就沒有興趣了。只是我那個時候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現在你們也會看到，不知道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就是呢，雖然說它是一個基督教，而且是教會旅館的一個建築物，可是穆斯林女生還有男生喜歡在這裡約會耶，很有趣，對不对？那這間教會旅館呢，其實有一個咖啡廳是我有推薦在書裡面的，因為我真的覺得很不錯，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書哦。好嘍，那所以這就是苦路的第3站跟第4站，我們現在要去苦路的第2站。然後這裡有一個睡醒的寶寶，你要不要跟大家打招呼？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警察了，所以呢，我覺得是合理啦，因為畢竟今天是就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個節日，是棕櫚樹之主日，所以不能夠有任何的意外發生，發生就完蛋了。然後現在又是穆斯林的齋戒月嘛，所以就是要防止一些極端分子利用大家過節日的時候好像比較放鬆，然後做一些可怕的行為。那像是在這裡就有寫1998年6月6號，就是有一個人他在這裡被刺殺，所以就是隨時都要以防萬一啦。我發現這裡有一個摩洛哥的文化中心，那這裡畢竟是穆斯林區嘛。剛才我有經過一個清真寺，可是忘記跟大家做介紹，然後我就經過了。那這裡呢，也有一間清真寺，就在我的右手邊，上面還有寫就是免費的可蘭經。那我記得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在苦路的第2站要通往第3站的時候，就在這裡，然後就有一個人要給我苦蘭經。然後呢，這就是一個清真寺的一個入口吧。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往前走到獅門去。那這條路呢，雖然看起來很平凡，但其實它的地底下有西元3世紀那個時候羅馬時期留下來的一個街道，蠻特別的。如果有興趣的話，入口是從這一間那個旅館，可以跟他買門票，可以進去參觀。那我現在的左手邊呢，就是苦路的第2站。就在這裡。那第1站會在哪裡呢？第1站就是走前面幾步路，就在這個有攝影機的地方。但是第1站實際的位置呢，其實是在這一間學校。只是因為這個阿拉伯小學它不是它平常是不會對觀光客開放的，所以就變成說朝聖客就是站在這個位置來默想耶穌所做的一切，為我們的擺上。其實苦路它本身就是一個紀念性質，它並不是耶穌實際上走的路。那至於耶穌實際上走的苦路是在哪裡呢？我的書裡面有介紹，可以去看，或者是我也可以直接講啦。反正就是大衛塔到聖母教堂那條路。其實我之前的影片也有講過啦，所以也不是一個需要賣關子的一個機密。好啦，那我們再往前走，左邊就會是聖安妮教堂，也就是畢士大池，然後再往前走就會是獅門。那我推到這裡的感想就是手還蠻酸的，因為我一隻手要推娃娃車，然後一隻手要拿相機，蠻累的。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影片的話，可以按讚、轉發，然後如果可以的話，就是加入頻道會員來支持我們哦，謝謝。那我走到這邊呢，可以開始聽得到一些敬拜讚美的音樂。左邊有樹的那邊的左邊就是聖安妮教堂的入口。那它的
教會非常的大，空地很大，所以大家都會是在這裡聚集。那我還沒有機會跟大家分享為什麼要過棕櫚樹枝的主日。那基本上呢，就是因為耶穌他是在正月10日的時候，進到耶路撒冷舊城，然後騎着驢駒，所以棕櫚樹枝主日就是在紀念這一件事情。耶路撒冷城的人，他們搖着棕櫚樹枝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他們把他們自己的衣服，然後放在地上，然後讓耶穌可以經過，所以就是一個尊榮耶穌的一個日子。然後我們知道，就是4天之後，耶穌就為門徒洗腳，給了我們一個新的誡命，就是要彼此相愛。然後耶穌他就被門徒出賣，然後就上了十字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就是開始紀念受難日的一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到，現在背景有一些有趣的聲音。那這是穆斯林清真寺在就是教拜大家禱告的一個聲音，所以應該就是蠻有趣的吧。就是平行世界裡面的猶太人、基督徒還有穆斯林，在耶路撒冷舊城這麼小的一個地方，是這樣子的互動。那大家現在聽到的聲音呢，其實不是跟基督教有關的聲音，這是從聖殿山，現在叫做磐石清真寺，所以是從清真寺傳出來的禱告聲。那這些是禱告完的穆斯林，他們從磐石清真寺那邊離開。那這裡呢，就是獅門的入口。那這裡有很多警察，因為就是不希望有任何的那個攻擊事件出現。那我可能就站在這裡等吧。剛剛有一個老爺爺自己跌倒了，可能他腳沒有力氣了，我就看他慢慢的就這樣子倒下來，坐下來的倒。那就以色列警察就過來幫助他，就是媒體上面你們不會看到啦，就是以色列警察幫助阿拉伯人，然後這個機車騎士他也是馬上就是經過看看他能不能幫忙，然後警察就開始聚集了，大家都好像就是突然之間很緊張。這女生她在幫老爺爺就是做一個簡單的按摩，是警察幫她做的，就是幫她做一個伸展。然後其他的軍人過來幫忙，他好像是就是 medic， 就是醫療兵這樣子。剛剛 Kenny 出現了，然後就問我說他怎麼了？我說沒有人弄他，就是老爺爺他就是腳沒有力氣這樣子，就起不來了。然後剛好就是這裡是主要的通道，所以車輛就只好努力的用那樣的空間去離開。那就是在車裡面，我猜啦，都是剛剛在磐石清真寺禱告的人，然後結束禱告，然後正在離開這樣。那這是這個季節的水果救護車來了。那在以色列呢，就是第一時間的救護車通常是這種小車，可能是摩托車，可能是那種電動摩托車、滑板車，或者是一個小車，因為這樣比較方便。然後再來就會有大的那個救護車出現。那你们可以看到，他的救護人員呢是一個穆斯林的女性哦。這大概也是媒體不會特別去強調的。他老爺爺呢，他就可以去醫院了。那我覺得這就是耶路撒冷平行世界會有的交集的時候啦，就是因為老爺爺他也一樣是用以色列這個這裡不是用紅十字嘛，這裡是用那個紅色的大衛星。在那邊的車上你可以看到，那還有他的制服上你也可以看到那個紅色的星星。那他們不會因為說老爺爺你是剛從清真寺禮拜出來的人，然後就不理他，不給他服務，也不會啊。所以這也是他覺得這太弱了，是要用就是比較有力氣的擔架直接扛到車上的那樣。
所以我在其他人的那個社交媒體上面也有看到，就是穆斯林跟猶太人一起開救護車。那我是不知道這個男生他是猶太人還是穆斯林，看起來是穆斯林啦。所以就是他們也一樣是為以色列的醫院工作咯。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常常看以色列美角的節目，因為我可以如果有機會的話，就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以色列比較不會被媒體報道出來的那一面。旁邊有阿拉伯文說1、2、3，然後就出發了。其實以色列警察也有就是阿拉伯人哦，像這個戴眼鏡的大叔，他就是講阿拉伯文的，但他也會希伯來文啦，所以就是媒體也不會特別去講說警察裡面有阿拉伯人哦。好啦，那今天關於耶路撒冷平行世界的影片的介紹就到這裡為止了。我們現在呢就要等那個慶祝棕櫚樹枝的人出現。剛剛他們這邊都還沒有封路，因為可能就是為了就是從磐石清真寺禮拜出來的人還可以使用這條路，因為大家都要用這條路，不能只為了那個遊行的人，然後就封路，然後讓穆斯林沒有辦法出來嘛。所以可能這件事情結束以後，那些遊行队伍的人就會真的出現了。所以如果你們對於就是今年慶祝棕櫚樹枝主日的影片有興趣的話，或者是對之前我们一起來看，這應該是在2022年的時候一起來看耶路撒冷棕櫚樹枝主日的慶祝有興趣的話，別忘了點我們之前的介紹影片哦。好，大家拜拜。